对啊，通常我就是看到这张以后，就看到这个印刷物以后，我就会觉得，那它好像可以做什么，那我就会来做草稿这样。然后草稿的时候，同时也会搭配我想要的颜色嘛。然后决定好以后就开始刺。那因为它是印刷物，所以它没有布的那个可以来回的过程，所以我决定好以后，我就是一定要确定好它就是在这里，我没有回头的机会这样，所以我就会先把走向的动线大概刺个几头这样，然后就开始跟一般的刺绣的状态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刺绣，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只是把它当成就是画笔的感觉，就是我想怎么刺我就怎么刺这样，所以就是呈现我想要的，然后尝试用不同的深浅去让它立体感稍微多一点。它就是 DM 嘛，它就比较像是旅游拿到的东西这样。那好像这个老照片，它是1951年，譬如说像这个就是刚刚有1951年的嘛，然后像这个的话，它的邮戳是1970年的，所以就是这个也是，这一张也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可是这个被我刺绣遮住了这样。因为我本来念服装嘛，但我毕业以后其实没有做服装，我就转成做平面。到后来我跟我太太14年出来创业的时候，其实就误打误撞的进去插画圈嘛，然后一直到后面几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我还是对服装有兴趣，还是对针线活这件事情有兴趣，这样，所以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把它拿来做这样，所以就想说，那我在印刷物上面做刺绣这样。后来选择用2手 T 恤，我觉得有几个点，就是首先它有图案，它可能会承载了某些记忆，这样。那看的人他可能会投射，比如说他对 PlayStation 有兴趣，会选 T 恤的主要原因是这样。回头来说，我觉得现阶段的每系列都会是用2手 T 恤来做素材。也是我第一次想要尝试做浮雕的作品，我想要整个作品看起来有一点丛林感，有一点原始的样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先挑了我手上有的比较有丛林感，比较有动物的元素，比较原始的元素的内容进来放，这样它细节很多，然后它整体有一个图案，但是它同时它细部的细节有很多这样。那通常有日期的东西，我都会去强调它，就把它保留下来，因为我觉得它有强调时间这件事情啊。那我觉得2手 T 它的图案也好，或者它本身被使用的痕迹，我觉得它也是跟记忆有连接，这样。所以我觉得在素材上的挑选，我觉得不是刻意的。我觉得这2个系列的发生，我觉得不是刻意的，是很自然的。这个主题是那个 Unseen and Undiscovered， 就是未知之地这样。因为我去年的9月有去布拉格参加那个他们的插画艺术节嘛，期间我就去参观他们的那个有点像国家博物馆这样，它里面就很多标本啊，很多各式各样的收集这样。因为他们的陈列跟他们叙事的方式，我觉得很吸引人这样。所以回来的时候我就想，那我想做类似那种感觉这样，所以。我的想象是有一个探险队到了一个小岛，发现了新物种，这样，然后他们的原生种其实是这3个，这个是花朵的形象，这个是花朵的形象，然后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鸟的头啦，鸟的头的形象这样，然后这个的话它是石头的形象这样，所以就刚好就是它是植物、动物跟矿物这样，那我觉得构成生命其实就这3个东西在走嘛，所以。当这个物种，这个岛上只有这3个物种，它们就会彼此的交配，然后会衍生出更多的后代。这样，那时候在展场全部摆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排2个的组合的图案，默默的都比较原始，有一种部落感这样。然后这边的话，就好像多了一点文明，比方说爆炸啊，比方说好像有资讯的感觉，这样比较更像
有文明的生命体的感觉，这样，所以我就觉得，默默的我在做的时候也有一种进化感，这样，就是好像有一种生命的历程这样。然后我觉得那一次尝试一个事情是，它的就是在侧面也安排比较多的图案这样。然后因为我觉得它的体积比较小，所以我觉得要去丰富它，就是丰富这个作品，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在它的侧面去做更多的安排这样。但我觉得这次我想要呈现 T 恤的多样化，所以我就让更多的颜色进来。那在这些小石头，就是像我们去户外爬山好了，所以我们去爬山或者去一些户外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小石头的堆叠。那我觉得它通常可能有几种意涵，它可能有指引的意涵，它可能有某种起伏的意涵在里面。这样 ，Max Boy 来到这个岛，他无形之中他陆续有看到这些小石头，好像在指引他一些什么东西这样。然后，所以我就把它取名为就是呢喃石嘛。比方说这里有大鸟姐姐的那个形象嘛，所以我觉得它有一点错开，但是你还是认得出来它是谁这样子，对啊。然后同时也就一样，就是会保留 T 恤的元素。那我觉得一标领标，我觉得它就是最直觉的方式。大家一定会不清楚我是用什么样的素材来做，如果他没有看文字的解说的话。那我觉得透过一些直觉性的线索，那我觉得观者他就可以去想象说，原来它是一件 T 恤这样。就是我觉得个展嘛，我想要挑战一些大的东西。在做它的时候，就是其实因为像我们如果很常看到那些欧洲的那些雕塑，它很多都是大理石的石材这样。那在做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想尝试看看有没有办法用同样的感觉或者是想法来做这件大的作品。这样，大理石的特点就是它的纹路，因为大理石会有自然的纹路嘛，那它的自然纹路的分布就是一定是假设某一个区块它有一个纹路，那艺术家在雕塑的时候，它这块图案就是会在这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在 T 恤的运用上，我就是让每一个不同的 T 恤的图案维持在同一个区块。比方说上面这个帽子好了，它是星球餐厅的 logo 嘛。那我想说，那它这个 T 恤的图案，我就让它保留在这边，但是它会因为立体结构的不一样，它会有拉伸，它会有一点变化这样。所以我就想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连接我印象中对大理石雕塑的这件事情，这样。像后面的话就会延伸的更完整一点，这样，对啊。那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的图案，很多服装，像刚刚提到的嘛，我会尽量让服装的版型的细节留下来，这样。我不知道，就很直觉，我就觉得最大的那个，我想要它有一种我准备好了要迎战的感觉，或者是怎么样，他对于这个新的未知的地方、新生活的挑战，他有一种准备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拿一个树干这样子，我觉得看起来就有一种很有自信的感觉。这样，所以我想说，那就是他。我现在是很期待，就是真的在画廊里面陈列完的状态，这样，因为我会想要它有一个我脑中想象的一个叙事的动线，这样。那我觉得到了画廊里面，我觉得首先画廊本身就是一个我觉得比较超现实的状态啊。那作品在那个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它看起来的感受一定会很不一样。